男人是财阀家的秘书，他为了不失去这份待遇还算不错的工作，忍受着财阀少爷用水泼头的羞辱，还得看着财阀夫人的脸色行事。夫人一通电话，他就得像个杂工一样去修理马桶，完成那些别人无法想象的任务，在20分钟内找到人间蒸发的财阀少爷，还要说服他去发表继承演讲，即便头被高尔夫球杆击中流血，他也得马上爬起来继续工作。这样的他竟然遭人陷害，落海的他意外回到了1987年，重生后不再是贫穷家庭的孩子，而是变成了一个顶尖财阀家的少爷，成为了顺阳集团创始人的孙子陈哲的孙子陈道俊。在陈哲的寿宴上，道俊目睹了妈妈被继母欺辱，嘲笑他只是个演员，爸爸因为开电影公司对顺阳集团未有贡献而不被爷爷看中，由于婚姻不受家族认可，他们被排除在家族继承人之外，只有奶奶给予他们慰藉。看着财阀家的全家福，他记得自己看过的家族成员图里并没有自己陈道俊的任何信息，他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耳边突然传来的剧痛打断了他的思绪，转过身，他看到爷爷的长孙新俊走进了书房。出于好奇，他跟了进去，发现新俊偷偷地将一块手表藏入口袋。忙着哼歌的新俊注意到了他，慌乱中将身后的瓷器打碎，他把碎片硬塞给道俊，意图让道俊背这个黑锅。道俊意识到他从小就是这样的鲁莽，想到这里不由得笑了。新俊见状挥起拳头想要打他，看到有人来了，他就指着道俊说是他打碎的瓷器。道俊已不是那个10岁小孩，他直接指出是新俊打碎的，并从新俊口袋里取出了偷来的手表。新俊看他说出了真相，一怒之下冲上来打了道俊一拳。爷爷赶到现场，对新俊的所作所为深感失望。道俊曾经阅读过陈哲的自传，自传里正好提到了这个事件，他便对新俊进行了教育，强调爷爷并不是在乎那个瓷器，作为顺阳集团的掌门人，却连自己的情绪都无法管理，将来怎能管理好整个公司？这番话正与自传中的教诲不谋而合。若按这样的发展走下去，一切都将重演过去的轨迹。道俊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急忙坐上出租车回到了过去的家，发现父母和弟弟都还在，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进屋后，他要了一碗热汤面，母亲见他脸上有伤，递给他一片创可贴。不久，现在的母亲找到了他，他只得先随他们一同回家。离开时，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中的自己，原来自己还存在。第二天，道俊去向爷爷道歉，他看到了报纸的头条，顺阳集团正面临重大的选举抉择问题，由于资金紧张，爷爷必须将资金用在最关键的地方。究竟谁会是明年的总统呢？此时的爷爷根本没有心情理睬这个无用的孙子。道俊只得对秘书说，他愿意赔偿瓷器的损失。当道俊举起一只手时，在场众人都以为他要说的是5000元，而道俊却开口说是50亿。道俊请秘书转告爷爷，在3位候选人中有2位将自相残杀，建议把资金投向卢泰愚，因为他将成为总统。道俊说完这番话便离开了。紧接着，政府突然宣布了一个新闻，内容竟与道俊所言不差分毫。爷爷随即叫回了道俊，询问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信息。道俊只说这全是自己的推测。爷爷听完道俊的分析后，出了一道难题给他，说只要道俊能解答出来，爷爷答应给他一次奖赏。难题是2头巨鲸同时觊觎一只小虾，小虾必须想办法活下来。当时顺阳集团正面临困境，他们的主营业务是半导体产业，面对美国和日本的价格倾销，自家产品毫无市场竞争力。道俊感到无计可施，看到一本杂志后，他获得了灵感，于是打电话想告诉爷爷，但是爷爷不在家，原来出差去巴格达了。他得知爷爷将在29号返回，乘坐的却是那个历史上发生空难的航班。1987年的那场空难，他如历历在目，他必须阻止爷爷登上那班飞机。爷爷登机的时间只剩3小时，他急忙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报警，但听到他稚嫩的声音，大家都以为是恶作剧。窗外开始下着倾盆大雨，他赶紧叫醒了奶奶，拿到了爷爷的安保电话，坚持要他们把答案一定要告诉爷爷。安保人员将答案记录在纸上，但在离开之前，那张纸不翼而飞。道俊在家里不停地关注新闻动态，电视报道了那起空难事件。就在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所有亲人被召集回老宅。长子通过电话得到了确认，爷爷也在那班飞机上。屋内瞬间充满了哭泣声。道俊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在陈哲的自传中，爷爷是没有遇难的。道俊还在试图理解时，爷爷却平安回家了。他在中转站时改成了早一班的飞机，一回到家就宣布了一个决定要大力发展半导体市场。原来他看到了道俊的留言，道俊的答案是养大小虾，指明了收购永进半导体的具体时间是在29号下午5点，希望爷爷能在这之前回到家里。但是陈哲很敏锐地发现了道俊可能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因为一个10岁的小孩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面对爷爷的质疑，道俊虽然有些紧张，但他还是坚称只是凭直觉猜到了爷爷的想法。既然猜中了，爷爷答应要给他奖励。道俊向爷爷索要了一块土地，爷爷慷慨地给了他5万平米。道俊还和爷爷达成了一项交易，他要给这个家族带来别人无法提供的东西，那就是进入首尔大学法学院的入学通知书。谈判结束后，爷爷正式承认了道俊的身份，他们一家因此团结起来。道俊也有了继承家业的资格。道俊相信他能成为这个家族一员的原因，必定与谋害他的凶手有关。10年后，道俊所得的那块土地遭到了大规模的开发，转手就赚了240亿元。
现在爷爷决定把这笔钱全给道俊，这是道俊挣到的第一桶金。爷爷用这笔钱来考验道俊，看他是不是真的有独特的眼光，或者只是运气特别好。因为这笔钱，家中的其他继承人开始注意到道俊。家族长子认为这是对道俊救父的感谢，妹妹则觉得这是父亲对潜在继承人的一次考验。道俊与父亲坐在办公室，谈论着电影投资的事宜。他们所在的办公地点，正是道俊当年建议引进的小鬼当家所换来的。道俊当初坚持要引进的回报，这一次道俊所说的投资带来的利润，可能足以买下整栋大楼。他们飞往美国参加电影节，道俊不慎把一个男人的甜甜圈弄掉地上了。道俊主动提出赔偿，那只是$1的甜甜圈，那位男士却索要1000万赔偿，解释说那个面包圈是他的灵感之源，每次面临重要抉择时都会吃一个，帮助他做出正确的决定，给道俊上了一课。男士捡起那个面包圈，轻轻吹了吹，然后继续吃。道俊此次计划投资的是即将大火的《泰坦尼克号》电影，因为他预知这部电影将风靡全球，他向父亲推荐，这次他打算担任制片人，而不仅仅是电影引进者。凭借之前的成功引进经验，父亲深信道俊的直觉。道俊刚好遇见的那位投资者也选择了《泰坦尼克号》，道俊认为他的投资眼光独到，注意到他文件夹上的标志。道俊随即在电脑上查找 MC 公司，他叫吴世炫，是一家投资公司亚太区的负责人。第二天，道俊找到了吴世炫，发现他正关注一场人工智能与象棋天才的对决。这场比赛给道俊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记得曾在妈妈店里目睹人工智能的胜利，那次胜利让他大感意外，所以现在他跟吴世炫打赌人工智能会赢，如果赢了就打电话给他。道俊留下电话号码后就离开了，结果正如道俊所预料，吴世炫赶忙拿起留下的号码，只发现纸张已经湿透，他急忙站起来走出去寻找道俊的身影。此时道俊出现了，他其实并没有离开。道俊揭示天才失败的原因是人类的欲望往往会丧失理智，吴世炫不会对一个分文不明的人浪费时间。他告诉道俊，没有3000万就别来找他，这是最低投资门槛。与此同时，顺阳集团正为收购韩道钢铁犯难，会长陈哲把这个问题交给了长子处理。市值高达4000亿的韩道钢铁被指示以3000亿完成收购，如果做不到，就别想再坐在副会长的位置。道俊拿着礼物回到爷爷奶奶家，瞥见爷爷桌上那份关于韩道钢铁的收购合同，爷爷也在为继承人的选拔做着安排。他叫秘书去安慰长子，并嘱咐他努力完成收购工作，还给道俊配备了专车和司机，用以监视他的行踪。道俊在街头遇到了一直与顺阳对抗的闵英，那位平时冷峻的检察官竟然也有感性的一面，因一个明星落泪，道俊因此对他产生了兴趣。刚踏入校园就被几个贵族后代拦下，邀请他加入他们的社团。上一世里，道俊知道新俊常与他们往来，但这一世的他不愿与他们混为一谈。道俊在大学里看到了闵英，为了不浪费时间，便把自己的手机号给了他们，然后跟随闵英到了音乐室，想邀请他共进晚餐。闵英看到宣传栏上对道俊的介绍，他认为道俊是个自大且无理的人。道俊用闵英喜欢的明星复出的消息作为交换条件，他最终答应了。两人前往聚会场所，闵英对这些纨绔子弟颇有微词，他不喜欢这种世俗的交往，觉得他们无非是潜在的罪犯。这种想法颇为震撼。没想到闵英年纪轻轻，竟然看识如此透彻，财阀与政界的联姻带来的绝非友情，只会是巩固特权。道俊却对此表示讽刺，指出他作为最高检察官的女儿，从出生起就享有特权。秘书报告了最新情况，爷爷觉得道俊并没有展现出特别的天赋，只是普普通通的度过了大学生活。老大在收购的路上却遭遇了意外的竞争对手，韩道钢铁最终落入了一外资公司手中，收购者是 MC 公司的吴世炫。老大开始调查吴世炫的背景，吴世炫夜里密会他的投资人，那个人竟然是道俊。老大发现道俊收购韩道钢铁是为了掌控顺阳集团，当发现韩道钢铁被抢购，老大立即查出了吴世炫私下会见了哪些人。陈哲带着顺阳团队去看赛车，他期待的是一向垫底的顺阳汽车在赛场上的突破，希望看到他在赛道上的惊艳表现，而结果却是大银汽车赢过了顺阳。在财界处于领先的大银集团一直是顺阳的劲敌。朱毅会长满脸笑容地跟陈哲打招呼，他建议陈哲放弃汽车业，不要再想着通过收购韩道钢铁来扩大规模。陈哲却对自己的决策充满信心，直到最后一刻，结局都无法预知。道俊在一旁观察，见证了两位业界巨头的对抗，他感到非常兴奋。但顺阳的汽车突然起火，被迫停在赛道上，这一幕无疑是公开的耻辱。朱毅告诉陈哲，失败的原因是因为顺阳只属于他一个人，缺乏家族的支持，而自己有5个儿子的支撑。老大儿子跑来报告，他说已经收买了记者，把新闻压了下来，问题已经被处理掉了。陈哲气愤地给了老大一个耳光，他对顺阳没有合适的继承人感到失望。在新车发布会之前，人们找遍了所有地方也没找到陈哲会长。道俊回忆起了陈哲的自传，自传中提到了这段经历，揭示了背后的故事。顺阳汽车遭遇挫折时，陈哲会去哪里重拾信念呢？道俊驱车前往自传中提到的那个地方，发现陈哲正坐在他的车库中，钻研着国外的名车，大众眼中的顺阳汽车
不过是财阀的一种娱乐。但道俊明白，陈哲之所以不助女婿进入国会，是为了避免他走得太近政治，重蹈覆辙。顺阳汽车不仅仅是一部分，它是他生命的驱动力。道俊的话也给了陈哲新的启迪。在新车发布会上，他发表了一番重要演说：汽车产业不再是重工业的一环，而是电子产业。作为电子半导体产业的领头羊，顺阳汽车将作为半导体产业的先锋，成为集团的新动力。要发展顺阳汽车，收购韩道钢铁是关键步骤。这时候，大银集团也参与竞购，混战收购韩道钢铁。为了协助父亲成功收购，小女儿开始出售顺阳百货的股份。大银集团把出价提升到了惊人的6000亿。顺阳想要收购的难度更大了。会长得知道俊与吴世炫有联络，他猜到了道俊和 PS 投资的关系，亲自去学校接道俊，暗示自己从不宽恕背叛者，即便是兄弟或子女，并追问240亿的用途。道俊解释用来投资电影了。敏英带着鲜花去道俊房间，却猝不及防看到道俊和吴世炫在一起，他们讨论着投资事宜。花篮里隐藏着摄像机，监控的正是会长，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陈哲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和道俊对抗，他邀请吴世炫到办公室，直接追问 PS 投资人是否为道俊。吴世炫直率地承认了，但道俊投资的是网络书店，而非韩道钢铁。老大得知内部消息，误以为是父亲亲自要来并购韩道钢铁。吴世炫还特意提醒了陈哲，为了争夺财团董事长的位子，他的二儿子竟然开始和大银集团勾结。老大为了得到韩道钢铁，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差点把手里的顺阳股份都卖掉。幸亏最后是妹妹出手援助了500亿，条件是要支持她丈夫成为国会议员。但这一切都在道俊的策划之中，还得感谢一番。敏英送花篮时，随手送的餐券暗示了花篮里的摄像机，这让他和吴世炫上演了一场戏。道俊其实并不是真的要从顺阳手中夺走韩道钢铁，而是想让顺阳背上巨额债务，高达7000亿。另外，道俊坚持要投资的那家网络书店，也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了，当时是$18一股，如今竟然翻了10倍。这就是重回过去的力量，能够预知所有重要事件的走向。他知道顺阳的危机即将来临，那正是他的机遇。无人能预料到的外汇危机，却被一个20岁的年轻人预见，这使得吴世炫更加看好道俊，提前把存款换成了美金，并且做出了重大投资。现在的道俊已是韩国持有美金最多的人，他创建了奇迹投资公司，在签名上依旧使用他前世的英文名，永远提醒自己不可忘记初心。他的第一个项目是收购了亚珍汽车，那是他前世父亲工作过的公司。陈哲在青瓦台会议上遭到了大银会长的讽刺，他的二儿子背地里与他合作，抬高韩道钢铁的市价，事实上是在暗中捅自己哥哥一刀，气得陈哲哑口无言。他看着在门外等候的二儿子，陈哲恨得想给他一耳光。青瓦台目前正主张行业内部重组，陈哲打算并购全球第2大的亚珍汽车，这将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此外，共享生产线能减少汽车制造成本，正符合道俊的预料。顺阳资金已经捉襟见肘，收购了韩道钢铁之后，使顺阳的流动资金告急，银行贷款也达到了极限。新俊海外留学归来，咸城日报独女慕贤找上门来，他意在解除婚约，因他知道新俊是个玩世不恭的人。陈哲对2个儿子十分失望，所以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长孙身上，兴奋地对新俊说，婚事可以按他意愿安排。吴世炫前来讨论并购亚珍的事宜，道俊直接取走了司机的车钥匙，开车去了他前世母亲的店，发现门外贴着停电通知，门上还有许多欠费单据。见到妈妈走来，他假装是店里的常客，表示想念这里的食物。爸爸买花回家给妈妈，妈妈则问他为何不找新工作。爸爸仍在示威抗议活动中，反对并购亚珍的公司进行裁员，那是他从18岁开始就一直工作的地方，对这家公司怀有深情。道俊收购亚珍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亚珍员工不遭裁减。吴世炫也向亚珍前 CEO 传达了并购的条件。道俊在电梯里偶遇了慕贤，他曾是前世财阀家的长孙媳妇，慕贤也认出了他是顺阳的小孙子。道俊靠近他的那一刻，他对联姻顺阳有了新的考虑。为了解决这场外汇危机，各界人士都纷纷捐献黄金，顺阳集团的太太们也毫不例外。在2大财团的相亲大会上，陈哲接到了一个消息，听说吴世炫正在并购亚珍汽车，道俊正好遇上了。他询问祖父，收购亚珍为何要裁掉员工？祖父便称金钱至上，叫他不要总想些无用的念头。道俊去买了杯咖啡，正好看到了打工中的敏英。为了见敏英，他买了很多次咖啡，积累了一堆积分卡。道俊一到学校就被慕贤截住，因为他家报纸登了关于收购亚珍的奇迹报道。如果让国家品牌被外国公司收购，等于是投降了，就是放弃国内市场给美国汽车。接上抗议人潮涌动，反对外企收购本国公司，都是陈哲策划的，用舆论施压，以便成功并购亚珍汽车。吴世炫觉得陈哲并购亚珍并非坏事，本来他对亚珍汽车的投资就持反对意见，但道俊纵然亏本也要买下亚珍。吴世炫明白道俊另有打算。当年亚珍裁员时，父亲参与了抗议，母亲在电视上看到新闻，父亲被打得伤痕累累，母亲因此突发心脏病去世。道俊是不让悲剧再次发生，他决定争取员工的工作保障，但祖父被青瓦台召见了，此次以大银汽车为合购焦点。
吴世炫边吃甜甜圈，边思考重大决策。道俊没能见到祖父，然而他想出了一个双赢的办法，让吴世炫去说服陈哲，推动与奇迹投资的合作。陈哲为了自身利益，提出了跟现任总统的大交易，这将助新总统顺利推行财阀改革，解决了财阀间的合作问题，实现了企业的重组，还树立了青瓦台的亲民政治形象，可以说是三利于一身。前提是顺阳集团终于能够摆出真实的负债情况，这笔资金由奇迹公司出面解决，前提是要获得顺阳集团100%号的股权，并保证亚真汽车的员工不受影响。道俊深知陈哲的为人，为了更大的利益，陈哲肯定会接受他的提议。消息一出，亚真汽车的员工们欢欣鼓舞。道俊还收购了母亲的小吃店，这样父母就无需再为此发愁。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家门前悬挂着丧礼用的白灯，母亲已经离世，传闻母亲是自杀。他不明白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撬开门走进小吃店，发现了母亲记录的日常账本，还有自己的成绩单。回想起与母亲一起的豆芽的日子，和对大学梦想的倾诉，他曾承诺要挣大钱，偿还所有债务，让父母享受好生活。如今他财力足够，却已为时太晚，命运的安排无法逃避。子欲养而亲不待。道俊在母亲的存折里发现他遗留下的股票账户，母亲将所有存款投资于顺阳科学的股票，这让他困惑不解。在图书馆偶遇敏英，却没心情打招呼。敏英误以为他瞧不起人。那天他急着处理问题，匆忙离开，未赴敏英的约。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道俊递给敏英一把伞，解释自己并非故意冷落他。顺阳科学的操盘实为逃避高昂的顺阳遗产税，牺牲了散户和小股东的利益，通过政府与财阀的改革交易进行幕后操控，以此分散公众注意力。道俊来到祖父的办公室，确认自己心中的猜想是否属实，这是为了让国家领导人相信他败落了，这样他才有重返江湖的机会。他甚至还笑称要把集团传给道俊，告诉道俊作为他孙子，不必理会那些琐碎事务。看着门外抗议的人潮，他能体会到母亲当初的心境。满怀希望购买股票的母亲，却一无所有。在屏幕上看到所谓的正经营，这是对他的最大讥讽。新俊一归来，就被任命为顺阳建设的常务，这让陈哲的二儿子和小女儿都感到困惑。那是集团中最不受看好的子公司。陈哲得到了政府的内部消息，首尔即将开始一个大型的房地产开发计划，他打算让接班人新俊来主导。道俊明白未来属于数字化和 IT 行业的快速成长，这给了他新的投资思路。他计划建设一个数字媒体城，这将是一个集 IT 基础设施于一体的娱乐产业园区。首要计划就是并购一个规模较大的建设公司。新俊加入顺阳建设，拥有大量流动资金，用以购买顺阳物产的股票，这能帮助他父亲顺利继承集团。财阀的继承者们为了成功登顶，真的想尽了各种办法，不仅需要自身的实力，还得有强大的支持。新俊为了和慕贤家族联姻，将自己的游艇当作礼物送给慕贤，但慕贤并不领情，他识破了新俊的小动作。为了赢得爷爷的欢心，新俊决定与慕贤结婚。道俊他们盯上了低亚建设，以成为首尔市长为激励，向陈哲小女儿的丈夫崔检察官提供财政支持。接受资助就得为人办事。崔检察官揭露了低亚建设的腐败案件，发现其社长非法挪用了360亿资金，不久他便登上了报纸杂志的封面。市民眼中的正义检察官，道俊的公司因此获益匪浅，只用了5%的股份就成功掌握了低亚建设。崔检察官也因此踏上了政治之路。陈哲得知此事后心情沉重，甚至亲自打电话阻止了崔检察官的政党提名。道俊预料到姑姑会带着姑父来向爷爷表达不满，在外面已经等了很久，还指导了姑父应该怎么说，以家族避税的秘密作为威胁，促使爷爷背书姑父当选首尔市长。姑父满意的走出来，自信的宣布自己成功了。道俊这才离开。陈哲作为资深商人，从女婿的近期行动猜到必有人在背后支持，让秘书去查究竟是谁在帮忙，为什么要推他成为首尔市长。在两大财团支持下，崔检察官终于当上首尔市长。陈哲听新俊汇报时得知，新市镇开发权落入了低亚建设手中，他让女婿回来。女婿的身份已经不同，背脊也挺得更直，不再是任人摆布的小人物，这让陈哲大为光火。低亚建设迅速受到调查，涉嫌贿赂首尔市长的罪名。吴世炫见到陈哲的秘书，明白他是来传递信息的，让奇迹公司真正的老板去见陈哲。陈哲等来的幕后人竟然是道俊，经验丰富的爷爷未曾想到自己花巨资购买韩道钢铁，在背后支援女婿夺取新市政项目的人竟是自己的孙子。听道俊亲口承认，爷爷怒不可遏，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夺顺阳的继承权。但道俊表示要用自己的资金买下顺阳，这番话让爷爷极为尴尬。道俊坦白地说，宁可自己接管顺阳，也不愿看着他日渐衰落，至少在他手里还能发展。这正是爷爷一直未将继承权交给长子的理由，他不愿目睹自己辛苦建立的顺阳垮掉。尽管如此，陈哲也无法容忍任何背叛。道俊提议用低亚建设掌握的10万平方米的首尔开发权来交换吴世炫的自由。爷爷认为只需揭露吴世炫贿赂市长的事实，二人都将不得不下台，开发权自然落入自己手中。
道俊明白爷爷的想法是对的。同时，崔市长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他们手中有确凿证据，证明有人在首尔非法炒卖土地，那个人正是爷爷的长媳。如果陈哲执迷不悟，顺阳将面临信誉危机。儿媳利用内部未公开信息炒地，小孙子向市长姑父行贿，这种家丑将给顺阳带来巨大冲击，政府也会以此为由严惩顺阳，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这场博弈中，道俊取得了胜利。吴世炫获释，道俊因顺阳失去了上一世最重要的家人，使他死在异乡，再也不能回到家人身边。为了复仇，道俊绝不能让陈哲的子女欢欢喜喜分割顺阳。陈哲向来记仇报复，他召见长孙新俊，要与新俊共同展开一场血耻战。第二天，奇迹公司的电话被打爆，原本答应搬入数字媒体城的各大电视台和影视公司全部撤销了入驻计划。顺阳以切断他们的广告费为威胁，起到了预期效果。毕竟没人愿意与金钱为敌。道俊本以为他帮助上位的辜负市长一定会站在他这边，然而接到了崔市长的来电。崔市长说，如果在工程启动前道俊还找不到愿意入驻媒体城的企业，他就得把项目转让出去。而这个别人就是坐在他办公室里的新俊。崔市长原本以为通过这种方式能赢得新俊的感激，并以长辈的身份鼓励新俊在顺阳集团立足。新俊却冷冷指出，控制大局的始终是顺阳，让他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趁现在还不晚，赶紧向爷爷求情。道俊闷闷不乐地喝酒，自己刚对爷爷宣战就一天，最看重的媒体城项目就要垮了。幸好吴世炫一直信任他，始终不离不弃。有了前世记忆的道俊，一切顺风顺水。吴世炫敏锐的洞察也给道俊带来新启示。注意到街上新兴的网咖，道俊意识到网络视频将成为未来趋势。他联系了诸多游戏公司，只有一家愿意和他合作，条件是要面对面会见奇迹的大股东。道俊独自去见合作方，一位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谈判对手是和道俊有过几面之缘的前世的会长夫人慕贤。慕贤为了合作，不仅提前整合了舅舅的游戏公司，未来还计划将咸城日报迁入媒体城，并将推出综合频道和网络视频等项目。这样有吸引力的提议让道俊难以抗拒，现场气氛也很热烈。灯泡突然爆裂，道俊本能地保护慕贤，替他挡下了玻璃碎片，这让两人之间的距离更近了一步。原本以为一切顺利的慕贤，却收到了出人意料的回答。道俊拒绝了，他不愿意因为成为优秀伴侣而受约束，他坚信自己将掌控顺阳，但绝不会屈服于他的群下之臣。背靠着无与伦比的财力的慕贤忍不住这口气，他要成为顺阳的女主人，让道俊后悔没选他。决心一下，慕贤立即联系新俊提议结婚。晚上，道俊被父亲叫去谈话，把陈哲赠予他的顺阳医院和人才开发中心拿给道俊看。道俊明白这是父亲的警示，提醒他们不要觊觎顺阳集团的资产。面对道俊和爷爷的对峙，道俊的父母都支持他。陈哲得知新俊将娶慕贤，非常高兴，承诺在他结婚当天自己一定会送份大礼。在新俊婚礼之前，陈哲再次访问了他的秘密基地。坐在自己辛苦打拼的来的车内，陈哲拿出了一份病历，那是最近医院诊断出他的绝症。在婚礼的当天，新娘一个劲的幸福微笑，而下一秒新俊打破了他的梦想。慕贤和道俊见面的一切都被新俊看在眼里，为了赢得慕贤家的支持，他一直在迎合。如今事情已成定局，如果慕贤离开，他会成为顺阳不要的女人，会让他父亲丢脸。慕贤只得咬牙坚持，走完自己选择的路。新俊达到羞辱慕贤的目的，换上客套的微笑迎接来宾。屋内冷若冰霜，屋外却幸福如昔。他们在众人目光中扮演着被人羡慕的夫妻。婚礼仍在继续进行中。陈哲的次子将新俊私吞财物的证据交给了父亲。陈哲审视着儿子为侄儿准备的新婚礼物，对次子发出警告，别再有这些无用的小动作。一直没露面的道俊在拍摄全家福的时候到达，站在爷爷身边，抓住机会向爷爷挑战，表示要动用所有资源收购顺阳。大银集团的会长来了，他不是来祝福的，而是来给陈哲添堵的。要收购韩道钢铁，被自己的次子耍了，现在小孙子又来跟大银合作。道俊迟到参加婚礼的原因是在工程最后期限前找到了数字媒体城的租户。道俊得知大银集团在出售大银物流的股份，劝说大银集团会长买下4989购物频道，电视购物需要物流配送，这样大银能双赢，再次成为物流行业的领头羊。道俊不仅能打击顺阳，还能解决媒体城的租户问题，两全其美，双方一拍即合。因这一局的失败，陈哲不得不改变家里的和平，在新俊婚礼的家庭聚会上，将继承权的赠与改为职位调整，宣布顺阳不再遵循长子长孙继承的老规矩，未来看孙们凭能力争取继承权。新俊的脾气被激起，摔了手中的酒杯，向让他屡败屡战的道俊走去。慕贤不想事态扩大，假装晕过去。婆婆对病床上的慕贤不满，抱怨了几句。等长辈们走后，慕贤停止装病，开始教导新俊。大家都在等机会把新俊从继承人位置上拉下，他只能把弱点暴露给自己人。新俊却不理会他的好意，告诉他别总是那么高傲。陈哲重新划分旗下子公司的业务，让女儿独立管理百货超市和酒店业务，但这需要女儿华容自掏腰包，买下母公司的一部分股份。
道俊原本打算先对付二叔，但他的姑姑华容让他妈妈去示意羞辱他，这使道俊改变了计划。奇迹公司开始筛选新的投资项目，有重生记忆的道俊知道 DN 公司的股票会大涨，从150元暴涨至300万元，涨幅高达200倍。这是一只涨得最快也跌得最狠的股票。道俊开始大量买入，让司机把消息传给二叔。二叔一查，发现股票的确在涨，也开始买入 DN 股票。华容无法从银行贷到款，父亲给的交款期限也临近，他只能找吴世炫筹资。道俊就是等这个机会。吴世炫答应了，用顺阳百货的30%股份做抵押，投资给华容4000亿。吴世炫还抱怨道俊未经同意就买 DN 股票，华容因此产生新的融资思路。得知二哥也在买 DN 股票，华容看准了这个机会，不听下属劝阻，挪用顺阳百货公款30亿去炒 DN 的股票，并告知了吴世炫。吴世炫提醒他，股票涨到4万时就卖。道俊事先就有这个指示。大哥得知华容以股份抵押，找吴世炫想帮妹妹赎回，吴世炫直接报出8000亿的价格。后来二叔也找到吴世炫，想购买顺阳百货的股份，他出价8000亿，吴世炫却要价4倍才愿意卖。二伯立马明白吴世炫根本不想卖，吴世炫真正想要的是顺阳百货的控制权，实际上是道俊想要控制权。华容投资的 DN 股票赚了大钱，30亿变成了120亿，这让他喜不自禁。但人总是贪心的，看着 DN 股票持续涨价，他后悔卖得太早。道俊觉得时机成熟了，亲自去华容办公室拜访，告诉他 DN 股票能涨到30万，到了30万就一定要卖，还说他大哥和二哥正在跟吴世炫谈买顺阳百货股份的事。知道哥哥们觊觎自己公司，华容怒火中烧，马上召集手下，要用手中的1400亿全部投资 DN 股票。DN 股票涨到28万时，道俊让吴世炫抛售所有股票，华容却在这股市泡沫中损失了1400亿。他用酒来抚慰自己，手下常务来劝导，要在检察官起诉挪用公款之前找到解决办法。道俊约见成为检察官的闵英，向他揭发华容挪用公款。道俊知道闵英入职3个月，还没处理过任何案子，按照闵英正直的性格，他不想在单位只是个摆设，负责宣传。闵英清楚道俊正式参与继承者之争，明知自己被利用，但也不愿错过办案机会。调查过程中，闵英和同事发现1400亿通过明洞私债市场套现到了顺阳设计这样一个空壳公司，然后开始调查顺阳百货，直接给华容发传票。不知所措的华容找丈夫商量，平时怕老婆的市长崔，这次却异乎寻常的坚定，让华容在调查还没公开前先解决挪用公款的问题。他不愿老婆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华容走到了绝路，只得再次求助于吴世炫，想重新借到1400亿。吴世炫提出的条件是要求25%的顺阳百货股份。华容没想到吴世炫这么贪心，竟然想要通过55%的股份控制顺阳百货。华容不肯答应。吴世炫拿出一份之前的协议，如果顺阳百货股价降到1500亿元以下，并且在规定时间内没还清4000亿，那30%的股份就归吴世炫的公司所有。华容听后气得要命，拿起那份协议紧握成团扔向吴世炫。他有父亲撑腰，不需要吴世炫趁火打劫。华容拿起包准备离开，这时看到道俊进来了，立即变了态度，开始装可怜撒娇打感情牌。但道俊依旧深藏不露，偷偷告诉华容，要他趁顺阳百货股价未跌至谷底前快和吴世炫签订协议，不然连1400亿都保不住了。华容闷闷不乐，回到办公室，发现二哥已在那等他。他来的目的也是为了华容手中的顺阳百货股份。华容看着二哥这副贪婪的面孔，愤怒地举起他的高跟鞋，狠狠踩在二哥的脚上。他在车里反思整件事，恍然大悟，他其实已经落入道俊设下的圈套，求助父亲成了他的唯一出路。陈哲听后大发雷霆，斥责女儿将1400亿输光，还没吸取任何教训。这次他不再溺爱女儿，让他自行解决这个难题。陈哲明白，想做好父亲，同时又扩大家业，是件难以兼顾的事。华容快撑不下去时，魏贤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给了他一个建议。在面对检察官闵英的时候，声称挪用公款的指控是子虚乌有，举报者是为了夺取顺阳百货的经营权，想要以低价拿下他的股份。这时闵英接到了同事的电话，挪用公款案件的关键证据，顺阳设计其实并非一无是处，帮助华容解决问题的正是慕贤。作为顺阳的家族媳妇，她不能眼看顺阳被道俊夺走，法律上并不能给华容定罪。道俊又去找老爷子提议罢免华容百货社长的职务，这是对道俊初年为老爷子赚取100亿的回报。华容收到提案却丝毫不慌，他将所有责任推给了任常务。任常务为公司默默付出了数十载，却遭此厄运。任常务心中五味杂陈，道俊试图联系任常务，想让他在董事会上作证指控华容。任常务忠诚不二，拒绝了。道俊理解任常务的行为，他就像他前世的自己，直到生命尽头仍在为公司效力。道俊只是淡淡劝他一句，不要一直背叛自己活着。董事会按计划召开，华容否认所有挪用公款的指控，重要证人任常务原本应该按时出现，就在吴世炫低头玩手机的瞬间，人影突然消失了。闵英出现在董事会现场，他宣布已找到不实举报的证据。华容没想到闵英拿出的是任常务的录音笔，
录音里记录着华荣只是挪用公款的声音，证据确凿无疑。华荣仍旧不肯认罪，不愿意把手中的顺阳百货股份交给道俊。道俊摆出事实讲理，告诉他如果不签署转让协议，他不仅面临着牢狱之灾，还会导致顺阳百货破产。到那时，连爷爷也不会袖手旁观，会收回华荣手上的所有财产。华荣为了保住一切，只能无奈地按下了手印。道俊最终获得了顺阳百货的控制权。陈哲对百货公司的更替并不在意，他甚至陪孙子道俊一同检查百货公司的经营状况，聆听部下的汇报。由于韩国近些年的出生率降低，家具市场也逐渐萎靡。陈哲作为资深的企业家，对市场需求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指出，下属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虽然家庭对家具的需求减少了，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曾经单身市场需求一套家具，现在可能需要2套。这表明，未来单身家具市场的需求将会增加。道俊对陈哲的敬佩又增加了。闵英找到了华荣失职的证据，但他无法对华荣提起诉讼。顺阳集团不会允许家丑外扬。陈哲以华荣被手下出卖为鉴，告诫道俊想要出人头地，就不能完全信任任何人。道俊提出了问题，如果有一天他对爷爷产生了2心，陈哲笑了，因为他从未真正信任过道俊。闵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证据被上级接管，他无法反驳，郁闷地约道俊一起喝酒。道俊认同他的观点，在现实社会面前，他们或许都无力反抗，但道俊始终相信闵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检察官。在闵英冲动之下吻了他，道俊不再压抑自己的真情，深情回吻一直喜欢的闵英。刚刚交换了爱意的2人，却被迫投入到新的战场。闵英作为首尔中央地检的检察官，被指派调查奇迹公司的金融欺诈案。这场幕后的操纵者正是顺阳集团的2公子。闵英注意到报纸上的舆论在煽动，意识到这背后有人操作，有人想要摧毁奇迹公司。道俊也有所察觉，黑手是顺阳证券的2叔。陈哲审视着自己的次子，结合媒体和检方的力量，对抗自家的孙子。他并不打算施以援手，他明白这是道俊必须面对的挑战。2叔相信这是剔除道俊的绝佳机会，他打算趁机以低价吞并奇迹公司。奇迹公司有 80% 的收益来自海外市场。2叔通过给道俊当司机的内线，拿到了道俊的海外投资细节，跟进了道俊所有的海外投资。而道俊在911事件前借还债的名义，让吴世炫抛售了所有的海外债券。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道俊明白自己无法避免，无论是早先的空难，还是母亲去世的事件，一切都只能随着世界的轮回发展。911事件引发了股市的震荡，吴世炫不明白道俊怎么会知道即将发生的事件，这是否只是个巧合？面对海外市场的低迷，道俊给了吴世炫一个出人意料的指示，那就是逆势操作。当其他人都在卖出股票时，奇迹公司却在增发股票。本应3个月内难以复苏的股市，在道俊的策略下实现了逆转胜。顺阳证券损失惨重，面临破产。道俊及时出现，摆出他准备好的收购计划。2叔发现自己也落入了道俊设下的圈套。1个月前他还想吞下奇迹公司，没想到局势这么快就翻转了。道俊联手顺阳证券的3大股东，共同围剿2叔。陈哲没想到自己的次子会因为失去顺阳证券而崩溃，这更坚定了他把道俊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的决心。第2天，陈哲拉着道俊上了车，同时大伯和2叔也收到了下属的报告，顺阳金融集团即将成立，并在今天对外公布了顺阳金融新会长的名单。陈哲刚刚在车上提到要把顺阳金融交给道俊，这时一辆轿车横冲直撞撞了上来。道俊这才恍然大悟，他在前世的族谱里为何找不到自己的名字？那是因为他已经不在人世，注定要发生的终究无法逃避。陈家人急忙赶往医院，医院院长表示陈哲正在紧急救治，道俊只是轻微擦伤。原来在卡车快撞到道俊时，司机及时开车挡下了撞击。顺阳的安保人员迅速到场，在货车司机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让道俊知道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有预谋的针对会长的作假。陈哲也安然无事，他们对家人故意隐瞒真相，只为揪出这次车祸的真凶。陈家面临的是顺阳股市的波动，以及顺阳集团未来的方向。陈哲坚信，顺阳金融公司的成立必将引出幕后黑手，那个企图阻止他的人就是元凶。道俊对陈哲的智慧佩服不已。面对自己车祸的现场，看着车辆扭曲的照片，他所想的竟是顺阳汽车的安全性能真的很出色，自己和陈哲都未受重伤，这将是顺阳汽车的一次正面宣传。这正是一代传奇人物的非凡之处。爷爷拉着道俊的手，叮嘱他要注意安全，还问他是否还有收购顺阳集团的打算。陈哲的家人们都在猜测他这么做背后的目的。崔市长认为这是陈哲在考验子女的忠诚，他告诉华荣不要贸然行动。次子也忍不住了，在医院院长办公室里大闹要求见父亲，不经意间透露出父亲有血管瘤。院长挡不住他们，只得由4儿子运用顺阳医院董事长的权力，将华荣他们挡在门外。大哥始终不愿违背父亲的意愿，还是坚持要成立顺阳金融公司。他们没人敢拿自己的家产来跟父亲对着干，所以他们决定派出佣兵先行。陈哲对这个并不感到意外，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顺阳安保找到了货车司机收的佣金，竟是一幅画作。看来那个幕后黑手非常狡猾，
利用这种隐蔽的支付方式，闵英发现这幅画出自慕贤的画廊。慕贤说画是1个月前被盗的，其实是辛俊拿走了那幅画，但慕贤始终没问出辛俊把画送给了谁。陈哲无法相信辛俊想要害他，因为血管瘤的压迫，他错把道俊当成了凶手。这样的会长不能出现在明天的董事会上。看到爷爷坚持要去开会，道俊只好拉开窗帘，告诉爷爷现在是晚上9点。看着自己未穿裤子的样子，陈哲面对这个现实感到无奈。自己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他不愿意被病魔击败，只要还能呼吸就要参加会议。道俊不能让爷爷毁了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基业。如果别人知道了爷爷的病情，肯定会把他从会长的位置上拉下。顺阳金融会易主，但没有爷爷的支持，道俊拿不到董事们的支持。面对当前这个局面，道俊只能孤注一掷，对辛俊使用计谋，让辛俊以为爷爷一直不露面的原因是为了揪出幕后黑手。他赌辛俊因为害怕爷爷会支持他成立顺阳金融。董事会按计划进行，辛俊果不其然地做出了道俊所预料的选择，支持成立顺阳金融。二伯不理解辛俊为何这么做，华荣也弄不明白道俊究竟使用了何种手段赢得辛俊的支持。接下来是选出顺阳金融的社长，辛俊开始耍小心机了。他提出如果让道俊当社长，顺阳就会走向年轻化，现场的高层们可能就要被换掉。这时候辛俊推荐自己的父亲担任顺阳金融社长，原来这是辛俊父子精心策划的一出戏。就在快要宣布大伯为社长的时刻，陈哲意外地出现在了会场。大家看到会长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立马改变态度，一致同意道俊成为顺阳金融的社长。陈家的子女们也不情愿地跟着鼓掌。道俊明白这是爷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他创造的赚钱机会，唯一不愿看到顺阳变动的是陈哲的太太。他找到院长大声地责问，并且叮嘱他一旦会长有什么变故要马上通知他。院长是按照陈哲的要求，让他在清醒状态下出现在公司2个小时，这是他的最后愿望。虽然知道强行注射让其清醒可能会危及生命，但陈哲依然坚持他要亲手将公司交给道俊，为他的孙子铺设未来之路。辛俊不相信爷爷真的清醒，向爷爷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这确实让陈哲显得有些迷糊。道俊熟读过陈哲的自传，替爷爷回答了那个问题。为了不让爷爷露怯，道俊带着爷爷走进电梯。就在爷爷认为自己还能挺住的时候，对道俊的代替发表意见表示不满。陈哲突然失禁了，为了保护爷爷在公司的尊严，道俊故意表现得很愤怒，踢翻了电梯里的水桶。为了不让清洁工发现异常，道俊蹲下身子擦干了电梯里的水迹。顺阳安保发现了一家专门仿画的画廊，店员提供的有签名的便签纸，给了他灵感，把货车司机的便签和奶奶的签名进行了对比，果不其然完全一样。道俊接到了安保的电话，发现奶奶才是真正的凶手。此时奶奶来到了医院，听到陈哲追问他为何加害于他，奶奶只好跪地求陈哲原谅。他辩称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他不允许外人掌控顺阳。正当他解释时，陈哲突然让他去做饭。奶奶由此意识到陈哲的状态不对。道俊和他爸爸回来的时候，看到奶奶正推着陈哲准备回家。道俊明白奶奶已经意识到陈哲病情的严重性，他一定会很快告诉其他家人。奶奶打算在晚餐时向孩子们透露陈哲的病情，但在他开口之前，道俊不请自到，他将爷爷的体检报告交给了奶奶，同时也透露出了他杀人的证据。奶奶只好去画室与道俊会面。道俊拿出了奶奶的字据，他要求奶奶在股东大会前不能泄露爷爷的病情，若做不到就把证据送检察院。爷爷在道俊到来时又恢复了清醒，他猜到道俊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顺阳，还有其他私人的目的。闵英也发现了奶奶杀人的证据，但道俊没有打开闵英带来的证据。他告诉闵英不必再调查。闵英感到自己又一次被道俊利用了，他只是道俊夺权路上的一个棋子。道俊没有透露真相，闵英带着伤心离开了。顺阳汽车的股票开始下跌，股民们要求陈哲出席听证会，股东大会定在6月举行，这让道俊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足球世界杯，他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二天，道俊找到了爷爷，知道爷爷很关心顺阳汽车的股价，他直接要求掌握经营权。就在大伯觉得他痴人说梦时，他提议资助世界杯，借此提升顺阳汽车的品牌影响力。要知道，韩国在世界杯上从未进入过4强，即便是16强也难上加难。道俊坚持要赞助球队，只要球队能闯进4强，那广告效应将是巨大的。可是那天晚上，爷爷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考虑把顺阳汽车卖掉。就在刚才，孙媳妇给爷爷送茶，爷爷误以为她是奶奶，还说要把集团留给道俊。孙媳妇很快意识到爷爷的异样，爷爷也开始意识到自己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可能撑不了多久了。道俊了解顺阳汽车对爷爷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相信韩国队可以打入世界杯4强。爷爷最初并不看好，但随着比赛的激烈进行，韩国队真的进入了4强，顺阳汽车也焕发了新生。爷爷既高兴又担忧，因为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孙媳妇想弄清楚爷爷是否生病，偷偷进房间找线索，果不其然，在抽屉里发现了很多药。正在这时，奶奶回来了，斥责他不该翻动长辈的物品，他要把药物带走。但孙媳妇突然抓住了他的手，告诉他爷爷打算让道俊继承家业。奶奶的脸色立刻变了。孙媳妇继续说，他和奶奶站在同一阵线上，如果辛俊成为继承人，对大家都有好处。奶奶最终留下了药，
走出门却发现爷爷已倒在地上，道俊赶到把爷爷扶起，但爷爷终究还是去世了。葬礼结束之后，大家都关心继承人问题，谁将成为顺阳集团的接班人。秘书宣读遗嘱的时候，新俊继承了最多的财产，道俊却一无所有，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包括道俊本人。华荣认为事情不简单，爷爷之前那么看重道俊，怎么可能一分钱也不给他？大伯认为这可能是爷爷的最后一次考验。孙媳妇猜着，爷爷可能还留了点什么给道俊，毕竟临走之前，爷爷找他单独谈过。吴世炫也在想，最宠爱的孙子怎么会一无所有？道俊被问得焦头烂额，回想起爷爷以前的好，不会都是假的吧？第二天，奶奶开了家族会议，那他手里还握着17%的股份，但考虑到家和，他打算先不动。二伯第一个断定，道俊拿不到股份，接着是华荣，即使他有17%，也够不到控股的30%，华荣却没打算就此罢手。第二天，他去找道俊爸，说愿意把股份让给道俊，只要他能把顺阳百货还回去。爸爸去和道俊商量，希望他能公布医院监控，证明爷爷当时精神不清，遗嘱无效。道俊一听就给医院打电话，他没要监控视频，而是让李长务删除掉，只有这样爷爷的尊严才能保全。爸爸不懂道俊的做法，吴世炫开始分析形势，大伯和二伯手里股份最多，谁能得到奶奶的股份，谁就能掌握公司。即便道俊得到那17%，也没法控制公司，除非成为理事长，再得到相应的7%，这样才能超过戴伯二伯。道俊看着家族版图思索着，第二天他又找到奶奶，直截了当要股份。奶奶嘲笑他做梦，道俊却提起过去的车祸，手里还有关键证据。敏英也打电话来说调查结果，奶奶不再淡定，她气愤，但最终把股份给了道俊。一个人孤单的在房间里摔东西，发现那种无处发泄的愤怒。晚上，二伯和华荣最早来问个明白，奶奶一句话也没透露。孙媳妇心里猜疑，车祸背后的真凶会不会是奶奶？不然道俊怎么能随心所欲？大伯听着越来越生气，喝醉了就直接找奶奶对峙。奶奶认为就算其他人不理解，可儿子是理解自己的，他错了。儿子对集团的执念已经超过了对母亲的理解。第二天，大伯直接找敏英，他告发了自己母亲的教唆犯罪，并说道俊手里有证据。敏英回去就立刻通知奶奶，同时也联系道俊，手机震个不停。道俊迟疑着没接，他已经打定主意要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敏英在那边等传唤，同事却告诉他，奶奶已经被安排好出国了，临走前把股份都转给了道俊。敏英质问道俊为何利用他，道俊希望他多给他些时间。这次敏英断绝了两人的关系，新俊和妻子商量对策，妻子拿出验孕棒，新俊决定赌一次，告诉父亲自己还有底牌。股东会议即将召开，理事长候选人是李长务和道俊，大家正准备投票，所有人手机同时响了，消息说是道俊惹得老爷子去世。那天他因为遗嘱不满，在病房里大吵大闹，台下的人要求道俊解释，道俊说这都是假的，但大家让他拿出证明。新俊这时候接过麦克风，提议公开病房监控内容，道俊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道俊还没整理好要说的话，李长务突然说监控被删了，他接着掏出一段录音，录音里道俊在下达命令，如果没做亏心事，为何要删掉监控录像？这就是新俊所说的王牌。李长务和老爷子共创顺阳，现在老了也想要分红，新俊答应了他。可当新俊坐上理事长位置，新俊拿出李长务挪用公款的证据，李长务意识到只能辞职，他发现自己被新俊利用，他愤怒指责新俊忘恩负义，没想到受到更大的羞辱，被说成只是顺阳养的狗。事情结束后，新俊找道俊，他说祖父留那遗嘱是为了让道俊明白自己的地位，一切尘埃落定。新俊希望道俊交出股份，道俊听后只是笑，他说结果未定，遗嘱的真意还未揭晓。道俊安排市长开新闻发布会，揭露顺阳金融成立的真相，是为了逃税。市长不同意这做法，他坚持要保护国家利益，民众给予热烈支持，甚至想让他当总统。市长感谢道俊的主意，不知这是道俊布的局，记恨新俊的背叛。李长务给道俊寄来一个 U 盘，是祖父立遗嘱的视频。原来祖父一直知道道俊最适合承担顺阳，留下一把保险箱钥匙。道俊打开保险箱，发现里面有秘密文件，上辈子他见过这文件，从文件中得知顺阳科技是个空壳，大部分资产都转走了。新俊让他调查过，结果背了黑锅死了，重生后迎来新生活。道俊迅速联系到了李长务，李长务透露那笔钱没人知道，他之所以把钱给道俊，是为了报复新俊的自大，他乐见顺阳落入道俊之手，有了这笔资金，处理事务轻松了许多。明白大伯和二伯在暗地里争斗，他们都想增加自己的股权。道俊故作放出消息，要卖掉自己的顺阳信贷。二伯果然被吸引，算命说他今年运气会好，他更有信心了，开始策划以1000亿计购买顺阳信贷。道俊则去找大伯，向他透露了二伯的计划。二伯知道道俊泄密很愤怒，但听说大伯也想买顺阳信贷，并出价是二伯的2倍，他马上就签合同了，还让出了一部分顺阳物产股份。半个月后的事情，韩国爆发了信贷危机，大家都在刷信用卡，结果导致了借新还旧，最后让很多人信用破产，还不上眼前的窟窿，债务缺口越来越大。二伯只好停止信贷服务，
这引起了民众的愤怒，顺阳股价也受到了影响。大伯决定出面解决问题，他想回购那2%的股份。道俊索要了一个天文数字，大伯只能勉强接受。他还不知这是道俊的布局。那晚道俊看到信贷公司外，满门都是抗议的标语。他突然回忆起弟弟病重，家里筹不够医药费的时候，那时候他日夜兼职，开车时为了保持清醒，甚至自己打自己的脸，最后被误认为神经病，被人踢出车外。在熟悉的街道上，道俊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幕，但他确信的是，自己开启了全新的生活，即使是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相遇。不久将举行祖父的追悼仪式，作为家中长子的大伯，首先表达了他的哀思。辛俊在台下向妻子保证，顺阳未来将实行长子继承。现在大伯手中握有最多股份，只要解决顺阳信贷的债务问题，他就能成为新的会长。但这时道俊找到了他，告诉他奇迹公司买下了顺阳信贷，所有债务都已清偿，那2%的股份也要归还给道俊。这意味着现在道俊是最大的股东。上当的大伯非常愤怒，他想借酒浇愁，但辛俊却打翻了他的酒杯。大伯质问他是否要造反，辛俊却大声反驳，表达了对父亲的不屑，自己居然败给了一个小辈，只能依靠酒精来安慰自己。大伯不愿承认失败，坚称自己还掌握着经营权，理事会也会支持他。但辛俊直言不讳，时代已经改变，权力大的人才能赢得支持，如果不采取行动，顺阳就将落入道俊之手。父子俩焦虑得满头大汗，而道俊却举着香槟，打算和吴世炫等人庆祝。不料他们都有其他安排，道俊感到有些孤单。他在街上随意漫步，偶然发现敏英也在散步，他默默地跟随着他。因为祖母的事，他们无法回到过去。道俊去找母亲寻求安慰，母亲劝他找个伴侣，他说他已经遇见那个人了。但没想到第2天敏英就送来了传唤令，怀疑他为崔市长的竞选提供了非法竞选资金。原来崔市长背叛了他，总统的位置被其他有实力的人占据了，他背叛了大伯一家，向警方告发了道俊。道俊面对敏英提交的文件，却并未承认任何事项。同时二伯找到了吴世炫，劝他早日终止与道俊的合作。吴世炫却故意提顺阳信贷的旧事，让二伯颜面无存。二伯愤怒地将怒气发泄到跟随自己多年的风水师身上，谴责他私吞公款，是要让风水师名誉扫地。风水师因此心生恨意，不知道公款失窃的记录是道俊伪造的。第2天，风水师去为道俊作证，指出二伯才是幕后黑手，并展示出证据，声称所有的资金流水都在其中。敏英于是释放了道俊，二伯无计可施，只得去求助大伯。大伯却冷言冷语，说坐牢几天也不算什么，认为这能让二伯吸取教训。二伯出狱后碰上了大伯母，平时就爱攀比的他，当然不会错过羞辱他的机会。二伯气愤地返回家中，事已至此，他打算连大伯一家一起拉下水。第2天，下属急匆匆地告诉大伯，大伯母的高利贷业务被举报了。戴伯母恍然大悟，回忆起自己曾向二伯夫人炫耀，他捂住嘴，似是无话可说，随即愤怒地打电话给二伯夫人。网络上的舆论风波愈演愈烈，大伯想让崔市长出面压制，崔市长却给了他一个建议他在家族中找个替罪羊。大伯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的儿子辛俊，于是他召集了公司的会议，听着父亲讲述所谓的家族大义，辛俊满脸错愕，但他的妻子却不是省油的灯。他借官话之机向他讲述了龙神吞子的故事，表面看似儿子被父亲吞噬，实则儿子利用这一机会将父亲杀死，自己登基为王。第2天，辛俊主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大伯原本以为辛俊会承担所有责任，没想到辛俊却把责任一股脑推给了他。大伯气得摔碎了杯子，辛俊却告诉他，这才是最好的结局。辛俊表示会亲自解决道俊这个问题。大伯断然说辛俊不是道俊的对手，父子俩因此大闹一场，结果让道俊成为了最后的赢家。道俊事后还捐了1亿给社会作为回馈，民众对这位新会长评价很高，他的支持率也随之上升，顺阳公司的股价也因此上涨。道俊在祖父的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敏英正坐看举重比赛，道俊之前曾和他说过，如果张美兰赢得冠军，他们就可以重归于好。目睹张美兰奇迹般夺冠，敏英情不自禁地流泪。他给道俊打去电话，道俊告诉他他会过去找他，但在途中的一个停车场，一辆大货车突然冲了过来，道俊被撞得头破血流，他勉强睁开眼，却看到站在面前的竟是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当道俊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家外国医院，他艰难回忆着所有发生过的事，直到敏英出现在面前，他才意识到自己回到了原本的身体，变回了咸鱼。敏英告诉他是他在海里救了他，他之前发现顺阳有非法秘密资金，原本打算深入调查，没想到发现他遭到追杀，现在希望他能够出庭作证，揭露顺阳的资金黑幕，找出那个想杀他的人。但咸宇不想透露太多信息，敏英决定先带他回国。他们刚到机场就被检察官拦下，有人举报他挪用了顺阳的公款，现在他们要带他去调查。咸宇为了搞清楚实情，选择了逃跑。他计划回家取证据，却接到弟弟电话告知家中已被检察官搜查，无奈之下只能让弟弟偷偷将证据带出。随后他去见顺阳的财务部长，他不解为何辛俊会下令要求他回收秘密资金，之后却指控他挪用公款。部长直言咸宇被利用了，让咸宇注意报纸上的辛俊，外表看似端正，
实则为了巩固会长位置，隐瞒了秘密资金，随时准备牺牲手下。贤宇不过是被利用的棋子。贤宇愤然表示要报复，但部长却启动了安保系统，众人都愿意为新俊效劳。贤宇只好急忙逃离。他找到了闵英，向他提供了资金的详细账目，以及他任内的所有财务报告。经过一夜的调查，闵英确认了顺阳存在资金问题，并怀疑新俊故意安排杀手，想让贤宇成为替罪羊。他随即取消了对贤宇的通缉。贤宇回到自己的住所，发现一片狼藉，显然顺阳的人找过这里。贤宇仔细梳理过去的事情，难道陈道俊的身份只是一场梦？突然他想起了吴世炫，如今的他远离了投资行业，过着种花养草的日子。得知贤宇曾在顺阳工作，吴世炫并不想与他多谈，但贤宇告诉他他已离开顺阳，随后拿出吴世炫喜欢的甜甜圈，并提起了陈道俊的名字。吴世炫听后立刻站起身，这表明陈道俊确实存在过。第二天，吴世炫去见了道俊的母亲，得知从道俊出事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几年，这意味着贤宇的经历不仅仅是一场梦。道俊去世后，所有的股份都转给了他的母亲。受到贤宇的启发，吴世炫有所行动，打算给顺阳找个新东家。他的妈妈表示同意。贤宇与吴世炫一同前往奇迹公司，那里既亲切又陌生。贤宇建议吴世炫在顺阳门前示威，呼吁召集股东大会，并要求重视小股东的声音。新俊显然没有理睬这些要求，闵英却追踪到了那笔秘密资金。他联络了崔市长夫妇，提议举办针对顺阳的听证会。霍市长夫妇对顺阳依旧念念不忘，自然不愿错过这个机会。闵英随后又找到贤宇，邀请他参加明天的听证会。新俊召集众人商议对策，话题不经意间转到了道俊的离世。似乎大家都怀疑新俊是那起车祸的黑手。多年后，他仍在为自己辩解。车祸发生后，他曾找过父亲，坚称车祸与自己无关，但父亲却摆出了他的名片，声称是在车祸现场找到的，并以此来威胁他，只要新俊听话，父亲就不会揭发他。尽管如此，新俊依旧未能赢得信任，连妻子也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应对听证会，他不在乎他是否曾经做过什么。听证会当天，新俊如期到场，贤宇直视他，不再有过去的恐惧感。面对镜头，贤宇指责新俊，派他去海外取秘密资金，说新俊的真正目的是要栽赃嫁祸。新俊死不承认。没想到闵英又带来一位证人，正是道俊曾经的司机。司机断言当年的车祸非偶然。检察官追问真凶，新俊开始坐立不安，但司机却一瘸一拐地走向贤宇，问他是否忘记了自己。说完之后，司机似乎受到了触动，突然叫贤宇为道俊，警告他周围有危险，要快离开。作证的司机情绪异常激动，说出的话未能起到效果。闵英向贤宇致歉，他表达了对曾误解道俊的内疚。这使贤宇回想起过去的事情，那时领导让他把车停在路边，阻挡一辆黑色轿车的行驶。贤宇照做了之后，没想到又来了一辆货车，轿车瞬间被撞成废铁。贤宇过去一看，发现车内血流满面的人竟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原来他们在平行时空曾有过交集，但那时的贤宇一无所知。他想举报这起蓄意杀人案，但是财务部长提到了他生病的弟弟，并提供他留在顺阳的机会。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衣着光鲜，贤宇放弃了报警的念头。可能这就是命运的循环。再次站上证人席，贤宇播放了一段录音。车祸发生后，他曾打电话给部长，部长说会处理后续问题，却没挂断电话。电话那端传来了大伯的声音，他自信地说自己是陈家的长子，他的儿子将来也要继承顺阳。现场响起一片惊呼。新俊失去控制，指责贤宇，骂他是忘恩负义之人。当他被检察官带走，病中的大伯也离世了。民众们日夜抗议，迫使陈家失去了顺阳的控制权。一切终于落下帷幕。贤宇经历的可能是重生，可能只是一场梦，也可能是自我救赎。无论如何，恶有恶报，这让我们认识到，没有人能永远逍遥法外。种什么因，收什么果。